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Kobe，欢迎收看旅游浪人系列的第9集。今年从2月底开始的中东美伊冲突，造成这几周的能源价格暴涨。从新闻上可以注意到，石油及天然气价格飙升，东南亚石油储备不足，还有台湾的好事多，大家抢着排队加油的情形。究竟能源价格对我们买机票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今天的这集超级重要，关系到每个人的荷包。给我8分钟 c o b e l 快速带你深入了解为什么机票变贵了。先前介绍的香港外站四段票消失了吗？如果要买机票，有别的替代方案吗？我们赶快看下去吧。首先，在最近的原油价格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原本的60到70元美金一桶，上升到100元美金一桶，涨幅高达70%。但在航空燃油的部分，我们根据 IATA，也就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，每桶原本为100美金，现在每桶上升到200美金，涨幅为100%以上。香港的国泰航空上周的3月18号已经调涨短、中、长程的燃油附加费，价格分别涨了204%、205%及205%。预计4月1号的时候会再调涨一波。而国际航空目前还没有涨燃油附加费的价格，但是定位服务费已经先涨起来了。长龙、华航已经在2026年的3月份调涨了定位服务费，每个航段从25元美金涨到28元美金，多收了3美金，大概是100元新台币。而星宇航空也将在下个月2026年的4月份调涨定位服务费，每个航段会从25元美金涨到30元美金，多收5美金，大概是150元新台币。有消息指出，这3家国际航空已经向民航局提出申请，预计4月会调涨燃油附加费的价格。调涨的幅度众说纷纭，但短程航线单趟预计是落在0元到1000元新台币，长程航线绝对会涨，单程预计是1000元到3500元新台币。那实际的数额呢，还是等官方公告为主。先前 c o b e l 有介绍外站票跟外站四段票是省钱买到便宜机票的好方式，那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呢？c o b e l 跟各位分享，之前我买的香港出发前往札幌的外站四段票，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8月份及9月份，机票的价格约为1万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税款及附加费大概是3900元。但我们现在查询同样是香港出发前往札幌的外站四段票，各位可以看到这4个日期分别为2026年的10月16号香港到台北，2026年的11月17号台北到札幌，2026年的11月20号札幌到台北，2026年的12月14号台北到香港。查询结果显示，价格落在12750元左右，其中税款及其他的费用已经涨到5500元，跟之前买的外站四段票相比，上涨了1600元。我们来拆解一下这1600元是怎么来的。香港离境税，去年2025年10月1号，这笔费用从120元港币上涨到了200元港币，大概上涨了330元新台币。定位服务费，长龙航空每段的定位服务费从25元美金涨到了28元美金，4段的定位服务费总共是12元美金，大概是380元新台币。香港飞台湾跟札幌飞台湾，它的燃油附加费都已经上涨了，总共约900元。还没有上涨，但预期未来会上涨的部分，台湾出发的燃油附加费，如同先前提到的，预计4月份会做出调整。台湾飞香港加上台湾飞札幌这2段航程，他们的燃油附加费预期会上涨，但涨幅还不确定。札幌机场2026年6月起开票的服务费会调整，也就是每个人之后去札幌旅游会多付200元新台币。机场服务费会依据你要去的旅游目的地而有所不同，但 c o b e l 发现近期曼谷也调涨了机场服务费。如果外站四段票牵涉的航点都因应趋势调涨机场服务费、离境税的话，那机票自然也很难回到之前的甜甜价。关于香港出发前往札幌的外站四段票 c o b e l 预期价格将从去年的1万元左右上涨到13000到14000元，甚至因油价的调整，价格会变得更高。即便退了香港离境税800元，但整体外站四段票的价格跟之前相比，仍然上涨了将近30%，代表外站四段票跟直接买来回票或是用里程去兑换里程票相比，吸引力变得可能没有那么大。是否值得购买呢？就因人而异。在此提供给各位观众参考。
第一招及早购票，现在可以透过长隆的旅展购入机票，虽然优惠的时间区段最远只到8月31号，如果是这5个月内有要出游的观众，如果有觉得不错的价格，就可以下手订票了。例如7月13号到7月17号台北出发飞曼谷的来回票，价格为8427元。第二招外站自段票或外站票，关于外站时段票 c o b e l 仍然有找到很棒的机票，例如华航从巴厘岛出发前往札幌的外站时段票，日期为11月9号，巴厘岛飞台北；11月10号台北飞札幌；11月13号札幌飞台北；12月14号台北飞巴厘岛，可以看到很不错的价格。同样是华航，如果你是不想要连续去2个地方的观众，也可以考虑外站票，巴厘岛跟札幌，时间为11月16号巴厘岛飞台北，12月4号台北飞札幌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，但要注意，你需要自己找到这个外站票的去程机票，台北飞巴厘岛，跟回程机票，札幌飞台北。但长隆新宇就没有优惠价了吗？我们可以把外站四段票出发的起点改为澳门，参考的日期为11月9号，澳门飞台北；11月10号，台北飞曼谷；11月13号，曼谷飞台北；12月14号，台北飞澳门。我们可以看到长隆的价格为8376元。同样的日期，如果我中间换成东京的话，星宇航空的价格为11315元。那中间换成大阪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长隆的价格为11324元，都是不错的价格。再来一招就是里程票，以阿拉斯加航空兑换星宇航空的机票为例，台湾飞东京的里程票目前看到税费还没有调涨，如果有需求的观众，建议及早兑换机票。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快速的帮各位规划接下来的假期，并省下大笔的机票钱。扣贝尔建议，只要你近1年内有搭乘国际航空旅游的需求，尤其是长程，请赶快购票。不管是外站时段票、外站票、直飞的来回票，甚至是里程票，赶快确认行程并预订机票，在4月前一定要开票，因为可以预期到价格调整后，短期内的机票价格很难再有低价。这2个月的费用调整会造成航空公司即便日后想进行促销，也只是调低票价。但税费加上燃油附加费高昂的情况下，机票的价格也会不如以往那么优惠。赶快手刀下定你的机票吧！留言告诉我你找到了哪种划算机票。喜欢这集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